熊本是气势磅礴的史诗，也是温柔婉约的书卷，有来自大地的原始壮丽，也有融合了历史的古韵。熊本城的黑色天守在阳光下散发着沉稳的光芒，以一夫当关的气势默默守护这片土地。而走进水前寺城趣园，风景瞬间转为细腻柔和，宛如山水画的日式庭园，每处细节都透露着风雅。如果说熊本城是钢，那阿苏火山就是大自然最狂野的柔。站在火山口边缘，近距离接触地球最原始的力量，从震撼渐渐变成敬畏之心。用2天2夜体验熊本的震撼与温柔，以影像代替文字，直观地感受这里的内涵与力量。现在就跟我一起走进这段奇幻的旅程吧。熊本城虽然是江户时代兴建的和平之城，却成为日本史上第一场也是最后一场内战的舞台。这场战争的结局是进攻方的西乡隆盛落败了，也因此为熊本城赢得了南攻不落之城的美名。熊本城建于1607年，也有银杏城的别称。走到天守的东侧广场，就知道为什么有这个别称了。熊本城是少见的大小天守组合。大天守是3重塔，里面有6层楼。而小天守是2重塔，里面有4层楼。明治政府于1877年派员视察鹿儿岛的氏族西乡隆盛，但中间将视察误会为刺杀喜沙之，进而引起西乡隆盛发起的西南之战。为期52天的熊本城围城战役，最终以军官死守而获胜告终。底层有些不起眼的小机关，却能在防守上起到很大的作用。天守内部有详细的城堡建筑介绍，这里的布局有很多巧思，也因此被誉为日本3大名城。西乡隆盛在撤退时曾感叹：“我不是败给了军官，是败给了城堡的建筑者清正公。”名为武者反的城墙构造，让进攻的萨摩军每一个人能成功进入城堡。在天守顶楼看向远方的山头和房舍，
有股大权在握的气势，好像一伸手就能摸到整个世界。沿着见学之道离开城堡，保持距离反而能更完整地看清楚天守的全貌。纤瘦高挑的身影，少了射敌的威怒，却多了一分典雅。刚刚在天守下方感受的磅礴气势，在这里却变成温婉的面容。一座城堡，不同角度，或近或远的距离，竟然有截然不同的风貌与感受。王者气势的身后，也许还隐藏着默默守护的体贴。阳刚的外表下，却是熊本城最坚定的温柔。沿着路会走到樱之马场成彩院，这里是仿古风格的商店街，有很多餐厅或小点心可以填饱肚子。一直耳闻熊本的马肉料理很有名，就先用炸肉饼储藏马肉的滋味。其实还蛮像牛肉的炸肉饼，虽然没有太多惊喜，但也算是解锁了一个新的体验。从熊本城坐路面电车约20分钟，就会到国家级的名胜庭园水泉寺城趣园。取自陶渊明《归去来辞》中的“元日色已城去，人虽色而常观”，是这里的命名灵感。一进入庭园正门，就像是经历了无声却有力的告白，最美好的画面就在眼前。富士甲山引入阿苏山泉水的池塘，错落有致的植栽，构成一幅名为《遇见爱情》的画作。水泉寺城趣园是细川忠利公成为熊本藩主时，从1632年开始修建，历经了3代才完成的庭园。
旁边的出水神社建于1878年，祭祀细川家的首位藩主细川藤孝。由阿苏山伏流涌出的泉水，被称为长寿神水。经历2016年的大地震，园内的这2座灯笼仍完好不受影响，和境内其他植物一样，是神明庇佑的象征。精致的浮石步道，翠绿的草坪，镜面般的水池，高低错落的假山。这座桃山时期的回游式庭园，是幽静雅致的同义词。古今和歌传授茅草堂是日本现存唯一的古今和歌传授学堂。1964年被指定为熊本县重要文化财。不过这里并不是一间气氛严肃的古迹。可以在这里享用抹茶和点心，以悠闲的心情品尝眼前的美景。中世纪开始，老师会亲自口头传授古今和歌集。而茅草堂就是当年授课的学堂。坐在这里发呆，100年前授课的声音似乎还在耳边回响。不过现实里，这里是个幽静的空间，一如眼前的画面，是静默而震撼人心的存在。城区园的美景如同无声的告白，不需要说出口，却能让人沉溺在静雅的浪漫中。1, 2, 3, 4。车站里、大街上、施工现场、店铺前，还有各种商品的包装上，都被这张又呆又萌的大脸占据着。熊本熊可以说是日本最会赚钱的吉祥物，
2023年光周边商品的销售额就超过1600亿日币。其实熊本熊的诞生是一段很励志也很温馨的故事。为了配合2011年九州新干线鹿儿岛线全线开通，熊本提出了与周围县市不同的宣传计划，于是熊本熊就诞生了。初期的熊本熊并不是长得现在这个样子，也因为紧张而经常在公众面前出糗。不过就是这种呆萌样，反而迅速累积了人气。在2011年新干线正式通车的前一天，发生了311大地震。熊本熊本来的宣传推广工作，突然变成募款活动，却意外发现它的商业潜力。晋升为熊本县营业部长后，熊本熊以公务员的身份推广当地美食和美景。据调查，熊本的印象在九州之中从第6名上升到第2名。考虑去熊本的想法增加了10%，整个关系则是增加了23%。而熊本熊的认知度甚至超过 Hello Kitty， 成为全日本第1。可以说是观光行销中非常成功的案例。不去比拼别人也有的优点，而是无中生有出一个有个性的吉祥物。熊本熊以呆萌的形象征服了所有观光客的心。因为喜欢火车规律的运行声，而总是优先的选择火车旅行。留下的票根盖上了到此一游的戳记，也填满了手账里的空白日期。而收集是一种不停扩张的欲望，需要每次的出游来填补。从熊本坐特色观光列车九州横断特急1个多小时，就会到阿苏站。看着天空的厚重云层，心中有些不安。虽然我常说旅游是人生的缩影，但这句话也有不太准确的时候。人生遇到困难，逃避也是一种选择。而旅游遇到不安，大多时候我还是会硬着头皮往前走。阿苏站前排满了等车上山的游客，这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一只羊，只要跟着人群走，就会心安不少。在阿苏火山博物馆，只有我一个人下车。小羊脱离了羊群，准备在草千里之滨享用大草原的壮阔美景。
山上只有0度，先在这里补充能量是对的决定。阿苏火山博物馆里面有很多火山及自然生态的知识。3楼还有个视野很好的露台，可以在这里看着远方的火山口。烟雾缭绕的山头，刚硬的线条却多了一分神秘与温柔。草千里之滨是一片开阔的草原，走在柔软的草皮上，眺望壮丽的风景，心里的不安在这里都已经烟消云散。坐公车10分钟会到阿苏山上，还要转乘另一趟巴士到中岳火山口。越接近火山口，脑海里就响起越来越激昂的交响乐旋律。眼前的风景非常适合拍摄汽车广告，征服了崎岖的路况，直达山头，投射了内心热爱挑战的渴望。天空多了几道阳光，壮阔的视野开启无限的胸怀。硬着头皮往前走，虽然很阿 Q， 却迎来这趟旅程最激动人心的时刻。火山口会侦测有毒气体的浓度，本来关闭的区域因为浓度降低而突然开放，幸运的能近距离一窥地球最原始的力量。不断冒出并随风飘散的浓烟，若隐若现的火山口像是戴着面纱的武林高手，深不可测的功力蕴含巨大的能量。烟雾糅合了火山口的刚硬线条，让人很容易就对这里的危险掉以轻心。温柔的怀抱却是不易察觉的伪装，隐藏了地表下的怒气。猛烈喷发的白烟与裸露的岩壁，像是疯狂与冷静之间的拉扯，极具视觉震撼的画面，绝对是熊本之旅不能错过的经典。当游客都离开阿苏之后，车站前只剩下骗人部铜像，带着笑容守护阿苏的平安。大多数的人都选择当天离开阿苏，我却反其道而行，在一间能看着火山的饭店过一夜。车站旁边的阿苏万丰酒店是万豪集团旗下的3星级饭店，
位置很好，设施也很新。1楼的公众休息区有很舒服的沙发，还有免费的咖啡。房间里的家具和设施都很舒服，有股让人进来了就不想离开的温馨感。这间饭店最大的特色是房间里有一面可以看向阿苏火山的大窗户。俯坐在窗边，看着阿苏火山，云层快速流动，这片美景让我从白天看到黄昏。既舒服又安全的欣赏位置，像是老虎与猎物的关系，保持着看得见的距离，用双眼享用这顿视觉飨宴。另一侧的阿苏车站和平原风景也不能放过，目光离不开美景，贪婪的想要把画面烙印在脑海中。花了好大的力气，才让双眼离开壮阔的风景。熊本旅游最后的篇章，我要去拥有2500年历史的阿苏神社，向这座保佑阿苏地区的古老神社说声再见。阿苏神社供奉的是神武天皇的孙子，自古以来这里就与火山崇拜结合，被尊崇为肥后国第一神社。走进神社的范围，会看到一座高大的楼门，这栋高18公尺的建筑建于1850年，是九州最大的神社楼门，也是日本3大楼门之一。熊本自古以来就是水之都，楼门对面的地下涌泉是清透纯净的明水。神社是由3间神殿所组成，从1840年开始陆续建成，建筑全部采用榉木建造，建造方式和结构都有江户晚期的建筑特色。昨天在阿苏火山口附近，
有一座阿苏山上神社，其实那间神社与这里有密切的关系。阿苏火山口内的温泉池，自古以来被称为圣池，是阿苏神的圣物。山上的神社称为上宫，就近向火山口致敬。对应山下的阿苏神社就被称为下宫。男性要顺时钟围绕高沙之松2圈来祈福，而女性则是逆时钟进行参拜。走在神社境内，还闻得到木头的馨香，这是从地震的浩劫中重生的味道。2016年的熊本大地震几乎摧毁了阿苏神社，经过努力，在2023年完成了修复。厚重历史的古迹，却因此而展现了青春的活力，作为精神支柱，继续串联当地人的信仰与情感。熊本是一段不急着让人惊艳的旅程，慢慢的感受熊本的狂野与柔美，最后却深深的陷入对它的迷恋。跟着熊本熊一起向前看，用温暖与快乐的视角，对接下来的路充满希望。站在熊本成田守向后看，历史的足迹留下磅礴的飞页，谱写成史诗一般的悲壮。走在水前寺程序员向内心深处看，一如诗意的平静，是岁月静好的缩影。站在阿苏火山口向天上看，大自然的力量对比烦恼的渺小，心胸自然就开阔了。第一次来九州，第一次来熊本，这趟旅程超越了熊本熊和台积电的印象框架，在历史与自然中找到刚毅与柔情之间的平衡。如果你也喜欢带着诗意的镜片看看日本的风景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透过温柔的视角一起感受细腻的美好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。